堂吉诃德大战的为什么是风车而不是马车或者木船？因为在诸多庞然大物中，风车是最安详的，它们与世无争，只会在原地转圈当新能源。在这样的对比下，堂吉诃德一直追求的骑士精神得到了最大的讽刺。堂吉诃德才是那个没事找事的，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场闹剧。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需要骑士精神了。很多人呼天抢地，甚至满身伤痕，所要奋力维护的东西，只不过是自己想要出来的胜利罢了。实际上，在这个骑士精神没过的时代，本来每个人就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仆人桑丘对他的主人做了很好的总结，除非脑袋里也装着架风车，还有谁会不知道那是架风车呢？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的堂吉诃德们，既悲凉又可笑。堂吉诃德本身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好人，作为一名贵族，虽然家道中落，但也吃穿不愁，却在骑士小说的影响下想成为一名游侠骑士。他选择一匹瘦弱的老马当坐骑，将生锈的长矛当武器，在一家商店被册封为骑士后，开启了他的冒险之旅。在上下两卷的历险中，堂吉诃德将他眼中的世界骑士道化了。在他的眼中，客栈成了城堡，风车成了巨人，羊群则成了军队。堂吉诃德否定了日常世界，代之以一个游侠骑士的世界。通过对这一系列事物和世界的现实意义的否定，与骑士精神的独特意义的重新赋予，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得以诞生。堂吉诃德先后3次冒险，做过许多滑稽可笑的事。他救过一个挨打的牧羊人，本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却害得牧羊人受到了更严厉的惩罚。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提枪上阵，上前决斗，却连人带马被摔得遍体鳞伤。他把羊群当作敌国的军队，冲进去一顿乱刺，却被牧羊人打了一顿。当堂吉诃德的否定被现实否定的时候，他无法解释那些在他的骑士小说中理所当然却与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堂吉诃德就会引入一个新的辩护方式，宣称这些都是不怀好意的魔法师在加害于他。在这一刻，英雄形象不在的堂吉诃德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沦为骑士精神的魔怔人。如果说堂吉诃德是一位魔怔的理想主义者，那他的仆人桑丘就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桑丘是一名典型的西班牙贫苦农民，他见识狭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财，只想让自己当上堂吉诃德许给他的总督，让家人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他是一个穷苦的好人，但就是没什么脑子。残留的封建小农思想决定了他想的全是如何获得金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因此他还会抛家弃子，追随堂吉诃德，和他一起过上游侠生活。但桑丘并没有完全相信堂吉诃德会实现他的愿望。桑丘虽然只是一个渴望得到钱财的贫苦农夫，却对堂吉诃德荒唐的言行举止十分清楚。桑丘在看主人堂吉诃德打架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希望他能胜利，而是更关注堂吉诃德胜利后分配给他的海岛及自己能得的利益。当黄四郎的碉堡被炸掉，桑丘就会立刻坐上前往浦东的火车，离开堂吉诃德。但正是堂吉诃德这些荒诞的正义行为，慢慢的感染着桑丘，最终将桑丘心底的正义与机智慢慢释放出来，使其眼界逐渐开阔。他不再只是之前那个想捞钱的农夫，也没有因为伯爵戏言而得到总督职位时放肆去做违背道德的事情，反而是秉公办案，留下了伟大的桑丘定律。应该讲，堂吉诃德生活在 VR 虚拟现实里，桑丘则活在 AR 的增强现实里。主仆二人一疯一傻，堂吉诃德和桑丘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故事是喜剧的，内核却是悲剧的。堂吉诃德受到骑士精神的影响，时时刻刻都在以骑士的方式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但在现实社会中，骑士时代已经是过去式，没有一个人奉行骑士精神了。此时的西班牙已经走出混乱压抑的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现实和欲望的奴役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评价的一样，堂吉诃德对于自己错误应该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经济形态同样就可以并存的。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最低级的贵族阶层，骑士头衔来自于领主的册封。骑士除了能获得自己的封地之外，还必须为所效忠的领主作战，战士需要自备武器与马匹。维尔的战争与骑士，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国与勃艮第的战争和贵族文化中指出，普通武士往往因为分封的领地而成为贵族。早期的骑士很多是因为战争功绩而受封的武士。骑士制度也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骑士制度与欧洲封建主义几乎是同义的，同时并存。因此，随着封建社会的毁灭和热武器时代的到来，骑士制度也走向衰落。当一个农夫用一把粗制滥造的火枪就可以杀死一个骑士的时候，后者连同他们的传统、精神、美德等等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骑士精神是骑士阶层形成了共有的道德准则，既是社会各阶层对骑士阶层的规训，也是骑士阶层和其他阶层和解的一种方式。骑士精神主要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行为准则，而不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最早能够追溯到的骑士精神起源是来源于中世纪骑士词典一书。骑士精神讲究8大美德，分别是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精神、诚实、公正，与我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骑士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理想，大家希望通过对符合骑士精神人的赞美颂扬，让更多的人接受这种理想。教会通过骑士守夜、宣誓以及各种仪式来强化这种光荣和美德的地位，
让更多原本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接受这种精神的自我约束。某种程度上，骑士精神就是欧洲封建时代的周礼。堂吉诃德作为没落贵族，当时就没有封建贵族争权夺势的战争需要他们参加，自然就没有过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地位太低，也轮不到去朝廷做官，只能无所事事，沉迷于骑士小说，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理想。归根结底，骑士阶层是社会暴力机器中的一部分，在欧洲特定的时代状况中被视为是暴力机器的主要象征。堂吉诃德扮演游侠骑士，其实试图掌握一种行使暴力的合法权利。小说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骑士有权利使用暴力，并且应当行使这样的权利介入干涉社会机制的运作。堂吉诃德中的各种冲突场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堂吉诃德试图以骑士身份行使暴力干涉的权利而引发的，而他不做骑士扮演的时候，立刻就没有了暴力行动的诉求，成为一个平静、和气并且睿智通达的老人。堂吉诃德的探险不但给别人造成伤害，也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直到临终前，堂吉诃德才从骑士道里醒来。在遗书中，堂吉诃德不许他的外甥女与读骑士文学的人结婚，一旦违背就会将财产捐给教会。堂吉诃德一生都在做梦，却在最后清醒，从而死亡。他并不是被骑士精神的信仰抛弃，而是认识到骑士精神已经不适应当前的时代了。堂吉诃德只能和现实妥协，正如塞万提斯在故事最后写的一样：去年的雀巢，今年没有鸟。当堂吉诃德意识到骑士精神和自我建构无非是一场幻想，他的生命也就宣告终结了，这个故事也就迎来了结局。堂吉诃德所处的时代，同样也是作者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或讽刺骑士阶层，或以骑士阶层的理想破灭作为比喻，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伊比利亚王国是中世纪最先开始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骑士阶层也是最先破产的。第一版堂吉诃德出版的1605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3世继位不久。西班牙的文学正当黄金年代，西班牙王朝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由盛转衰。在他最强盛的时期，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从亚洲到非洲再到美洲，到处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自从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歼灭，西班牙从海上霸主的地位跌落，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出生在没落贵族家庭的塞万提斯自幼梦想成为光荣伟大的骑士，却因战争的到来而不再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非但没能找到体面的工作，更是只能一边看着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与西班牙强盛的无敌舰队将一船船真金白银从美洲运回本土，一边生活在社会底层为生计而发愁。后来他总算能够通过写书赚取生活费用，稍稍掌控才华，释放内心渴求，却又被出版社夺走利润，在贫困生活中度日，直至死去。这是一个骑士精神与不欢迎骑士精神的时代之间的矛盾。堂吉诃德最后的幡然醒悟也有些时代背景，面对强大的封建教会统治势力，势单力薄的堂吉诃德无法撼动整个制度，也无法改变世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16世纪虽然处在新教日益壮大的压力下，天主教会仍然拥有无上的权威。在17世纪初的西班牙，作为教会镇压新教徒的工具，宗教裁判所更是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其中央机构无孔不入，把持着西班牙各地的法庭，还有数不清的下属机构分散在各地，负责监视民众、搜集情报等任务。教会的种种手段引发了日益浓厚的怀疑和恐怖氛围，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界。知识分子们害怕发表任何与正统天主教义相悖的观点，在这种全方位的渗透下，塞万提斯自然难以避免宗教的影响。在整部小说中，虽然他还多次以戏谑的方式争辩使必结果教会的腐败黑暗，但对基督教体制的笃信和维护并不鲜见。正如上个世纪50年代杨绛先生翻译堂吉诃德时担心的一样，堂吉诃德显然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封建迷信吗？当文学艺术逐渐被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成为政策宣传和意识形态利用的工具，外国作家的阶级出身及其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性成为文学翻译选择的首要标准。早上交出堂吉诃德一稿，晚上给踢成阴阳头，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堂吉诃德死了，但他的骑士精神并没有和他一起被埋葬。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样，塞万提斯通过戏仿骑士传奇，借堂吉诃德之口嘲笑了操纵骑士精神的封建意识形态，却在嘲笑的同时掏空并替换了骑士精神。在堂吉诃德的隐藏背景中，传统意义上的骑士早已崛起1个世纪之久。堂吉诃德本人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我相信他知道。在上下2卷几十章中，多的是堂吉诃德的疯，但更多的是堂吉诃德的不疯。无论是风车还是羊群，对于堂吉诃德而言，不过是一场又一场伟大斗争。堂吉诃德的伟大目标是树立给自己的，更是树立给别人看的。堂吉诃德幻想中的骑士世界不是现实中的太平日子，而是在烽火连天中像一名骑士一样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堂吉诃德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活在梦里，但他不愿意醒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最大特点就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脱离实际的妄想，用手中的长矛把历史制作大风车颠覆。但现实生活是无情的，回敬给这位伟大骑士的并不是什么骑士道的伟大复兴，而是他人的咒骂和嘲笑。但尽管四处碰壁，堂吉诃德仍然执迷不悟，风气十足。
堂吉诃德的自我幻想机制会将之解释成在地上建立天国过程中的曲折探索，这样失败与挫折就会被追认成一种高尚的牺牲，继而被当作其行为神圣性的实在依据。忠诚的桑丘一次次的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向他解说，他不但置若罔闻，还自欺欺人的为之辩护，把现实生活回敬给他的现实看作是外部势力的魔法。因为一旦承认这是一场闹剧，他的骑士精神就失去了意义。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堂吉诃德不但自己相信，还要强迫别人将幻想中的现实，把他的胡思乱想奉为真理，照此行事不许怀疑，否则就会被他处处刁难。堂吉诃德骑士精神和传统的骑士道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别。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无疑是西班牙没过贵族阶级典型特征的体现，他的疯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他的不疯则是通过幻想着复兴骑士精神，回到那个骑士制度的黄金时代。堂吉诃德的疯与不疯最终都在历史车滚前被碾为齑粉，他的骑士行为的荒唐和惨败正表明了骑士制度已经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而他死前对骑士小说及其背后骑士精神的否定，更是骑士制度寿终正寝的真实写照。无论如何，在堂吉诃德想象的世界里，堂吉诃德最终战胜了他的风车，而我们只是旁边不值一提的仆人。骑士精神的初衷是美好的，在所有精神的实践都与实践者的个人能力和实际情况息息相关。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现实，疯狂的堂吉诃德最终并没有成为骑士精神的游侠，反而像作者塞万提斯希望的一样，成为了荒诞骑士小说终结的代言人。黑格尔说过，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2次，第一次以悲剧方式出现，第2次以喜剧方式出现。但如果出现第3次呢？堂吉诃德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但尤其不幸的是，这篇写于10月初的文章不幸验证了现实。现实中的堂吉诃德大概的确是投降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记3个加关注，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粉丝群欢迎大家加入，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搜索关注林人谈，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关键词堂吉诃德，可以获取本视频出来的资料。最后，这是林人谈，我们下期再见。